欢迎来到小缪呢。欢迎来到精神分析理论第3期。今天我们要谈一谈鲁迅对于弗洛伊德的看法。你一定在想，纳尼？鲁迅和弗洛伊德认识，世界这么小吗？没错，鲁迅和弗洛伊德这两个看似画风完全不同的人，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而新文化的启蒙意识便是以争取人的解放、人的合理需求为目的。它的进一步深化就是鲁迅所提倡的人的文学，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正好契合鲁迅对于人本价值的重视，所以他的学说成为了鲁迅论证人性的一个重要依据。鲁迅曾经在《华盖集》中直接表白弗洛伊德，偏执的弗洛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被撕破了。我们知道鲁迅一生最擅长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撕掉冠冕堂皇社会腐朽势力的外套。那么弗洛伊德究竟是在什么方面和鲁迅不谋而合了呢？让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和鲁迅同时期有一位叫汪敬之的诗人，他的一首叫做《会的风》的诗，其中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被一些当时社会上的道学家大加批判，认为和《金瓶梅》一样罪恶。然而鲁迅却觉得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敬，真正不敬的可能是这些道学家自己。他写道：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而在鲁迅眼里，弗洛伊德虽然也看什么都和性欲扯上点关系，但他是以科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并不因对象的身份、地位、教养不同而有所差别，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并不像封建道学家一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虚伪的批判别人。所以鲁迅认为，在精神分析的解剖刀下，那些特意经过压抑和伪装的利比多本能都原形毕露，也就是撕破了这些道学家表面上清心寡欲的虚伪外套。总体来讲，鲁迅对于利比多的概念是肯定的，他认为性欲是爱情的基本条件，但不是全部。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是在于我们除了肉体的本能之外，还有思想、有精神，而恋爱应该是灵和肉的有机统一。对于法朗士描写灵肉冲突的小说《泰奇斯》，鲁迅就大加赞赏，甚至在杂文中提到这本书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当然，法朗士在写作这本书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其实还没有被建立，但泰奇斯中的确抨击了摧残人性的封建禁欲主义。鲁迅对于泰奇斯的肯定，其实也就是间接地肯定了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某些观点。因此，在鲁迅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或直接或间接地看到他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鲁迅的一篇评论性文章《寡妇主义》。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镇压学生政治运动，被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是在推行封建奴化教育，因而写文抨击。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不从杨荫榆的阶级立场，而从个人心理因素的角度讽刺他镇压学生的原因。这一大段鲁迅体的原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鲁迅认为杨荫榆是因为单身太久，压抑本能太久憋坏了，因而心理变态，去打压学生发泄。想要细细感受鲁迅文字之犀利的同学，可以暂停视频仔细读一下原文。当然，对于杨荫榆的评论，鲁迅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这里的重点在于鲁迅这种从杨荫榆内心本能之力动机的剖析，明显是深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另外一篇文章则是《补天》，是鲁迅以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改写的小说。在解释他的创作动机时，鲁迅又一次直接表白弗洛伊德。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洛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致衰亡的。至于创作意图，在文章开头表现得非常明显。女娲从梦中惊醒，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望着色彩斑斓的天空和大地，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他们认为所谓不足即性欲的不能满足，所谓太多也就是指孕育于体内的利比多能量过剩。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和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的身体，都是这种内驱力弥漫几乎快要溢出的体现。而懊恼和无聊就是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苦闷心理。然而当他把这蕴蓄的能量用来不停地创造人类时，则感受到了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长久的欢喜。这里其实表现了鲁迅对于弗洛伊德关于性和可通过创造人类文化而得到宣泄排遣的升华说的赞赏，也就是我们第1期视频开篇中提到的18禁名言。不好意思，这期视频中鲁迅正直纯真的形象好像有点崩裂。不过在下期视频中你会看到，鲁迅其实并不是弗洛伊德的脑残粉，是脑不残粉，是选择性的接受。脑不残粉。鲁迅虽然同意弗洛伊德以人为本的研究理念，并肯定了性欲的确是爱情的基本条件，但他并不像弗洛伊德一样将过多的关注点放在利比多上。如果想了解具体内容，请点击这个链接查看下期视频。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小缪脑，如果有任何想法、建议、疑问，都可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里。小缪脑希望营造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掐架和学习中每天喜欢文学多一点。我们下期再见吧。